嗨，大家好，我们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我们今天继续分享老物啊。这个模具呢，说实话，准确来说是09电影当时的 V 级别的小红结果呢，这一款呢被放到 MB 就是当年出的一系列的电影老玩具的重涂啊。就 MB 系列出了什么电影最佳系列啊，这应该是 MB 第8个编号吧出的啊 ，TT 他们出的这个重涂的这个一个系列啊，这款小红啊，应该准确的说是对 F-22战斗机配色，这个模具啊是想想怎么说啊。是连井彰悟啊，连井彰悟这个所谓的红蜘蛛先生最具代表作的一个产品即便他到现在为止，他的设计我已经不太觉得很感冒了，但是在当年在做电影玩具的时候，还是挺下功夫的，尤其是这款模具的飞机形态，是完全最接近真实飞机薄厚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设计。它为什么能这么做啊？你像包括后续的 MPM、L 级那一些都没有做到，它后续的变3的 D 级也做到，但是底下太凌乱。这一款它能够做到原因就是什么呢？腿和脚，包括这个就是四肢吧，这个四肢它是最后完全的展开就是红蜘蛛除了这个头和这个机头之外剩下这些地方完全的展开摊平，就用拼图的方式拼成一个 F-22的战斗机。这个想法非常的大胆玩起来说也非常的好玩很大胆的一个想法，所以解决了就是即便好评度很高的 L 级小红也没有做到的这个飞机薄厚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当年连井彰悟在做电影小红的时候还是费了一些脑筋的，因为你如果只做机的小红的话，你不用费太多脑子飞机下面挂尸体，动画里就那样，但是电影可不是，电影人形是这个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这个丑这个丑逼这个样子，但是它的飞机形态就是 F-22真实战斗机的样子，很薄。所以说这对于设计师在设计玩具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其次就是这个模具还让我比较惊叹的一点就是它整体的一个身体的这个大翻折整体身体的这个大翻折，最后翻折出来的效果，就整个框架搭过来之后翻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这个身形也是最贴近这个电影的电影里其实像 L 级包括后续的 MPM 都是美化了非常多的，电影里真正那个小红变形完之后就是这么扁就是我经常跟朋友聊天时戏称我说3个最丑到极限的这个细节风格融合到了这个电影红蜘蛛的身上，鸡腿、螃蟹身、苍蝇头，就能有多丑的这个造型都给你集中到一起就丑出无限丑出极限所以说哎呀，电影里动画里这么帅的一个角色，电影里做成这样，真的我觉得爆炸贝可以该死去了，真的。好，咱们现在看看这个所谓红蜘蛛先生是怎么去演绎这款小红的非常的赞。好，咱们现在先把腿给它变一下腿这一块是有一个伸缩的，缩上去，然后这一块旋转180度，脚底板放到下面，这块的空间是为了最后收纳这个头部，给头留出来空间好，这一块也是把腿往回缩进去，脚底板放下来，放好。好，背包
这个地方摊平打开，这个地方摊起来，变成飞机的机翼。好，然后最神奇的地方啊，就是这款为什么解释它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飞机形态，就是把这块卡扣展开，看到了吧？然后这机头能翻起来啊，看小红整个展开，只剩这一个机头这一部分，剩下都是像拼图似的这种给你拼起来，真的很屌。好，当然咱还有一步，刚才我没有做啊，这个手臂这个地方要给它放回去。当然这一款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这个手最后就在机屁股后边啊。其实我曾经想啊，这个手它现在只能折成这样，如果还能再折一点，整个贴合到这个小臂上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它就是后边这么支棱着啊，这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败笔的一个地方。好，然后呢，这个地方给它翻起来，摊平，这个地方翻起来，好，手臂这一块给它旋转180度，好，放好。然后呢，咱们去做什么动作呢？拼图，这个两个小机翼给它翻起来，咱们要把这块放到这里啊，腿这个地方顺着这个关节给它翻起来，看咱们留的这个空间看到了吧？贴合到这里面，看到了吧？正好是为了藏这个，就包住这个头。反过来，记得这个地方一定要摊平啊，这个地方。好，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卡扣，是上下扣到一起，盖上。这个结构基本上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胳膊收在哪儿啊，这个腿收在哪儿，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看飞机从这个侧面能看出来，还不是很厚啊。然后败笔的地方就是这个胳膊啊，胳膊的这个地方，通过这个地方给它收进来。这个收纳其实我都没有太多的这个意见啊，哪怕你收到这儿，我意见都没有啊，都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看，你给它往上掰也不行啊，你从前面能看出来两个爪子，你给它摊平，后边有两个手，哎，这是最败笔最大的一个地方。然后底下这一块啊，两个翅膀，记得别让开，这里边有个小扣子，给它扣上去。扣上去，好，起落架，两个后起落架，翻起来，翻起来，看，咱们现在其实就能够看到这个飞机的侧面，看，是不是很薄？已经非常非常接近真实飞机的薄厚的一个程度了啊！当然，真实飞机还要薄啊，而且包括整个后续就是这一块啊，两个手这个地方最大值败笔，剩下基本上无可挑剔啊。
好，然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它这个起落架，我感觉应该是做短了。你看这块啊，特别的长，然后这个起落架是这么短，所以这个飞机是这样式的。所以不太理解。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模具是我认知当中电影小红里面做的最精彩的模具之一啊，其次才是变3那个 D 级啊，甚至包括 L 级，L 级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它没有做到这个飞机的保护程度啊，包括这个 MPM 啊更是不及格。MPM 只是人形更还原电影，但是其他方面被抛弃的特别多。所以说你看着这个小红啊，你就在想，当年的联景在设计电影玩具的时候，非常的有能力啊，天马行空的一种设计的理念。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的这个联景，像包括做当年 MPM06的铁皮会做成那个样子，你就非常的恍惚间啊，还有包括变4的这个钢索啊，V 级别那个钢索，还有 FOC 的钢索。你就很难去联想到，你玩过这个模具啊，很难你会联想到那2个啊，那几个破烂的模具是出于他之手，哪怕这个模具后边比较可惜的这2个手在外边裸露啊，都不能掩盖掉这款模具的精彩啊，这个理念是对的，用拼图的这个方式去做设计，这个脑洞开的是非常的大，所以。还是那句话吧，希望联景后边会有好作品给咱们呈现出来。我不想这么一个当年做过很多这样好设计的一个设计师，最后一直沉沦到最后默默无闻，到最后让人谁都不认识了。我觉得这是我非常看到的事情。好吧，最后还是感谢超叔支援的这个 MB08的 F-22战斗机配色的这个控制书啊，非常感谢超叔，让我体验到了当年我没有买这款模具，没有玩这个模具的遗憾啊，算弥补了啊。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